然后到时候政府的力量就只能够维护得了蛋黄区的运作即使停办停课或是宵禁啊或什么都一样就是他要保，他就是保首都跟重要都市就没了大概力量就用光了就警察对内然后军人对外，他力量就用光，他不会去保一个什么茂林村什么什么六龟温泉那种地方那种地方不太会去投放力量。对啊，要保护一定是整个台北盆地先口起来嘛，然后这边的民众就不要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这样就会耗用掉大量的对内的力量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蛋黄区。同理啊，那你这样子的就想说没关系，我躲在那个荒野蔓草从化区比较不会被找到，没有不行的但现在看起来俄乌战场上就是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下乌克兰有没有什么从化区这种东西他们叫什么新兴市镇，总之就是他们也有，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就被撵过去了就是这样。那政府的力量都在哪里？都在保卫他们的首都，你那个远的地方啊近郊啊大概都GG了如果发生战争，那要住哪里比较安全？掌握 H 组供电加5公里生死圈，保命又保值。今天来讲那个战争这个很多人在问然后我就录一集，然后先说我们要讲政治还是讲什么就是这个就有作业可以抄，你知道吗？就是看现在的俄乌战场跟那个印巴战争打到一半那就长这样所以我们台湾如果也发生的话，那应该也是长得差不多。先说结论，第一个看的是你的台电缴费单，你是分到哪一区，然后看一下你家附近3公里之内有没有超市、诊所、加油站超商也是超商，反正好，我八卦的时候把它讲一讲。最后是你至少要先准备3天以上的存粮跟水还有药品。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房东又上新闻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如果发生了战争，要住哪里比较安全反正讲这个大概又要被骂，然后很多那个政治狂人然后底下那边讲但我们就事论事嘛，就这样都有作业可以抄他们现在长怎样然后我也看不懂俄文那尽量用 AI 翻译了然后掌握到这些东西分享给你我们台湾就是会遇到那个嘛，你就天然的跟人为的嘛天然的就是地震然后海啸好像还好吧，因为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在讲什么海啸威胁然后那个跟战争，我一个连鸡我都不敢杀的这个老百姓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当兵学到最强的技能就是扫地跟割草机，就这样割草好舒压虽然那个噪音很大，可是真的很舒压，会抢着去打草呢就这样，然后打完草回寝室的时候哇都跳蚤，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原来真的有跳蚤这种东西，肉眼还看得见睡下铺的都很痒，因为那个跳蚤刚好跳到，我讲这干嘛？好，当然是先想好怎么保全自己跟家人所以要骂就来骂没关系那我们保护好自己跟保护好家人绝对是没有错的。好，那如果真的发生战争，住在哪边最安全？先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以为说发生战争以后我们就躲防空洞，我们躲到深山老林里面二战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兵躲在那边，躲到战争结束也不出来，什么什么没有讲这些我跟你讲，现在战争该上班上班，真的乌克兰首都基辅现在还在上班上课就是这样他们不在战争吗？对，就是这样所以这是现代战争的版本，你该当社畜的时候还是去当社畜。乌克兰这不是什么过去，现在就长这个样子。你看这篇天下杂志的报道在乌克兰占地喝咖啡理头发正常生活就是最有效的抵抗的东西。它里面是讲说他们的咖啡厅理发店还是照开的，因为大家还是要生活，怎样又怎样的。那当然警报响起的时候净空街道然后看躲到哪里去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你现在住的地方安全吗？先说我不是军事专家我只当了1年的兵而已，所以我说的地方一定有错有错就有错比较懂的人就底下直接纠正我，你要骂的也没关系那现在分享的就是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归纳出来的内容这样。首先第一个就是查一下台电缴费单，台电缴费单上面会有一个轮流停电组别，每次大停电就要看嘛，这个话题就会甚嚣尘上一阵子这样。那他会写 A 到 J 组，里面会写到那个 HIJ 轮流停电的时候会优先排除停电。那如果你是 H 的话，恭喜 H 组的供电是国防、交通、医院、政府机关等等的重要场所，所以一般来说停电会停不到你们家，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H 组H 组
就医院了。然后医院的话，现在不能炸嘛，如果你是打仗，你也不能去炸人家医院所以就应该会安全很多。真的发生战争状态的话要停电就停了，你也是优先恢复供电，因为那里有医院啊，开玩笑就这样。这个博爱特区也是那个 H 主供电。好，那再来就是确认说你家离重要目标有多远重要目标指的是军事基地、机场、军港、大型油槽库、雷达站等等。如果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你就去问 AI 有一个专门搜寻用的专用型的 AI 叫 Perplexity， 你就可以去问它，就是搜寻特化的 AI 就对了你就问OK， 那还蛮准这真的是可以参考。我用它搜寻的时候，我都认为我们台湾国防还有秘密吗？怎么一个外国 AI 讲得那么清楚？他的建议是至少直线距离5公里以上，这样比较安全直线距离5公里。所以人家说军队军营尤其是弹药库油料库为什么会需要注意？因为开战的话5分钟就爆了嘛你家在旁边对不对重要打击设施，以高雄来说是不是有左营军港对不对？那我们大家都有看那个吧，航海王嘛，以前叫海贼王嘛，那个路飞嘛对不对？鲁夫嘛，那个海军本部，我们台湾海军本部就在左营军港那是我们台湾的海军本部。当然开战就会有出状况了嘛就这样。可是不妨碍目前的房价跟社会住宅盖在那边，对不对所以政府都不怕了，我们怕什么那还要注意什么我们刚才讲了供电问题跟可能要避开的区域，最后我们来讲生活机能那我做的功课是说，方圆3公里之内要有超市、诊所、加油站，这样才能进行快速的补给来，你看这讲的是什么？蛋黄区啊，对不对？这讲的是蛋黄区啊。蛋黄区就是这种生活机能密集的地方，然后欧盟是建议至少要准备72小时的存粮，那就是3天的存粮。存粮是包括水你不要存了一堆泡面，结果没有水可以用，棒晒没穷什么避难包那都可以先买起来放，很多啦，什么末日求生包有的没的，这没有业配就自己去搜寻就好。但是我是认为在台湾的话，应该就是准备泡面就可以了吧。国外他们不吃泡面，所以他们就会弄一堆什么粉啊、燕麦粉啊或者什么的，他们没有吃泡面这个文化。我觉得台湾泡面蛮好吃的，然后那个调味也有那盐分的补充也有那所以就是泡面再加水多准备一点，那你的吃应该就解决一大半。如果真的打的时间比较长你就餐餐吃不同的泡面会怎样吗？我不会我就换个口味吃早上吃那个什么酸菜牛肉，那我下午是吃海底捞口味的，这好像也不错就这样。如果你还有做什么其他的功课的话，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 是自住换屋那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
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哦，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哦，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哈。你们观众很奇怪哈，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哦，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哦。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这个八卦我会讲得很小心我们要扯政治，真的。超商超商这个东西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会被征用，这个你知道吗？我是本业去开会还有这种事在疫情的时候，那些超商的业者真的会被叫去开会我们去拜访总部嘛，就是那个总部跟我们讲的，我们才知道还有这种事。台湾超商这么厉害反正就是说很像。我不能透露太多啊，总之就是说，真的发生了什么紧急危难的时候，那个超商会像什么？会像那个日本的自动贩卖机一样，就不收钱了。你按什么，你要调什么饮料给你就这样因为先救人比较要紧。然后是全部的超商通通都要参与就是 Seven、全家、莱尔富 OK， 通通都一样一视同仁到时候国家会去征用他们就是要提供附近民众，反正你至少他会确保你这些民生东西的取得就对了，很特别也是开会开到半被取消，被取消我们怎么会这样？然后说什么官员要来，然后我说我就无聊嘛，跟窗口稍微有认识嘛，就说下面台一起，他就说没有，那是疫情啊，什么口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在谈那个物资征用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没什么啦就知道说其实超商附近也可以超商这个我不特别讲，因为台湾到处都是嘛，连阿里山上也有一个 7 好，再来是说战争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是蛋黄区真的被贼大概来贼。就从化区蛋白区它有一个状况是说登陆嘛，这个我要怎么表达好？也不会讲坏人，也不是讲什么好，反正就是人家过来的时候，我跟你讲啦，真的就是抄那个俄乌战争的作业啦。人家基辅还在上班上课，你说俄国他怎么不知道把基辅打下不就好了？核弹也没这样给他干过去，就不会。然后到时候政府的力量就只能够维护得了蛋黄区的运作即使停办停课或是宵禁或什么都一样就是他要保，他就是保首都跟重要都市就没了大概力量就用光了就警察对内然后军人对外，他力量就用光，他不会去保一个什么茂林村什么什么六龟温泉那种地方那种地方不太会去投放力量。对啊，要保护一定是整个台北盆地先口起来嘛，然后这边的民众就不要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这样就会耗用掉大量的对内的力量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蛋黄区。同理啊，那你这样子的就想说没关系，我躲在那个荒野蔓草从化区比较不会被找到，没有不行但现在看起来俄乌战场上就是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下乌克兰有没有什么从化区这种东西他们叫什么新兴市镇，总之就是他们也有，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就被撵过去了就是这样。那政府的力量都在哪里？都在保卫他们的首都。你那个远的地方近郊大概都GG了真的打起来烈度强的战争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还是蛋黄，为什么蛋黄才有政府才有警察，才有军队你是要怎么样真的都出大事了你是要怎么样去派人去保护你一个山上的小部落然后就一票军人一票警察去保护，而且我们来保护不会啦就真的不会，这很现实的问题。政商名流全部都是挤在哪里？重要的都市里，台北市这一定会被死守严防下来的。新北市它就跟台北市就连在一起嘛。其他的话大概就是台中跟高雄。你说其他的县市，比方说云林农业城市会有重兵部署，然后去防，很难吧？就真的很难吧？我们的军人不是无限的呢，那不是像世纪帝国造兵那样子就一直造得出来的呢，就没有
那我们参考乌克兰啊，大概就是大都市啊。我也不是说只讲首都而已，因为确实乌克兰现在还有其他的力量，不是只有首都而已，而是大都市。那以台湾的大都市来说，6都你信吗？对啊，它不会分散力量到6个都市里面去，大概就是北中南。到时候还会发生一个很恶劣的情况这个我讲被骂就被骂，但是不要低估人性的恶就是这样。就是什么租客会很麻烦，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它我们前面讲的公式就到时候只会有大都市有力量，什么力量？它在发水啊，它在发药啊，医院还有开啊，你可以过去啊。你受伤了怎么样？你还有人救你啊。我乱讲那个西罗乡怎么会有一堆力量聚集在那边去保？就不会嘛，就不应该有好，我这样讲又得罪他们了总之就是乡下地方跟蛋黄区啦你知道我的表达。好。发生了事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会往都市挤大家会往都市挤，这是一定的事情。不要想说反正一出大事了，大家躲在深山老林里面，你去看都没有人吃饭，数百个人都从树丛这边站起来，不可能就是这样，大家只能够往都市里面去走，尤其是女人跟小孩，因为他就是需要嘛，需要国家的资源都投入在这些地方。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租客你很麻烦你多麻烦，就是你房东的乡下的亲戚他要来都市里面去，那要来都市里面去，你会发生什么事？你会赶走你会被赶走没办法，他的亲戚要用不然你们挤一挤或怎么样的。归根到底就是蛋黄区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这样的话比较不会怎么样。到时候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看嘛，你持有房地产是一回事，当然我知道地方不太看房地产这个东西，但如果你持有的是乌克兰的，我乱讲第17大城市的房地产有什么用？对啊，有什么用？不是就被撵过去了吗？但如果你是持有基辅的房地产，你现在那个就是你家全族亲戚的避难所，你知道吗？就会变成这样。好，那避难所你现在出租了你是房东，你要怎么办？不然我们大家挤一挤，我们通通都要躲来这边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蛋黄区要有房子，因为真的出大事了，就这样背后有力量而已会有政府在保护，在那边发水，还有电力，然后发粮食在那边干嘛？大概就是这样。政府不会有那个余力去顾到偏远山区，我就是这样子想的所以你看，我也一直呼吁，就是大都市旁的蛋黄区去自产就是这样。那考量起来要长远可以长远到说，真的出大事的时候，这边还可以躲这边是基地这边有医院医院的话，人家丢炸弹也不会故意去炸医院，因为一炸下去就是国际的惯犯就是国际通缉就对了炸下去他是坏人了就不会去炸，我们就归在蛋黄区的医院旁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当然网络上很多的说法是说，我们都看到俄乌战争了，就演给我们看了现在进行式，所以以后的战争会怎么样？就打超级快了，快到来不及反应就要结束掉，不能再出现像俄乌战场这种血肉果汁机这种东西。如果真的是走这个剧本的话，你住哪里并没有差，因为太快了，一下子就结束了所以为了增值跟风险上的考量，我是觉得还是医院旁的蛋黄区。医院旁的蛋黄区，这个在你继续抄乌克兰的作业这是现代的战争很难得一见乌克兰的作业就是基辅还在正常上班上课，你不觉得很夸张吗？他们不是在战争吗？不是血肉果汁机吗？怎么还在上班就是这样那任何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个样子，他不会再来打这种仗，血肉果汁机。你不要说乌克兰好了或乌克兰怎么了，俄国怎么样，那个对国力来说都是个超级巨大的消耗，所以最好是怎么样？最好就是不要打那再来就是怎么样？打超快快到来不及反应这件事情就 over 了，就结束了。然后我们身为一个普通的平民老百姓，我们都没有什么感怎么会这样然后结束了，这样子是最好的。你不要觉得说这很诡异，没有，这样子对人民来说会是最理想的结果不然呢？不然那种血肉果汁机发生，我跟你说就是没当过兵的那些，然后才在那边一直叫，他们什么渴望战争。当兵我下基地，我2天我就受不了了呢。以后要是开打以后是怎么样？是天天呢？那谁受得了？受不了了。我们吃个饭，我靠，那个苍蝇是一群一群的过来，天天这样子。对那个心态还没崩溃，身体也都先生病了。不要讲那么多，来，女生4天不洗澡就这样。没水这样浪费让你去洗头洗澡4天都不能洗澡，然后整天也没有冷气吹，就这样连续4天，你看你要不要嘛？对我们男的我们那么没差，我们都不太想要那个下基地那2天真的是不太 OK， 所以还是不要战争比较好，就不要那如果一定要预做准备的话，
这也不叫预售准备，这叫我们本来自产就会先买在蛋黄啊。我不是讲了吗？现在第二屋5成，第三屋自备要7成，你等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弄什么蛋白蛋壳，会比较理想。那我们现在的首购就是买在蛋黄就对了啦。你买在蛋黄到时候真的，你这是2手策略嘛。你第一个，你就是做你自己的自住房的增值，你就住着，以后你就可以有资格小换大就换新了。如果中间发生什么问题的话，你在蛋黄区然后的医院旁边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就等这个赶快过去雨过天晴就没有什么事情了，这样子我们都不要受到伤害，会比较理想。大概就是这样我这样讲应该很小心的吧。我就是要表达说蛋黄区还是有蛋黄区的威力。你看那个 H 组的供电H 组的供电就是这样啊，人家都在停电，你家没停然后大家都停电，你家也停的情况之下，恢复供电你家优先就这样。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就 H 组怎么会突然停电就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下大雨，也没有大地震就会突然停个电，那个时候你要小心。这个我还有一次经验呢，如果有发生这种突然临时停电，毫无征兆临时停电，然后大家都没停，只有你感觉你家或你的社区那边在停，应该是火灾附近的火灾，这个附近很近可能就是你们隔壁栋还是哪边或者你们同个社区有火灾，所以全栋先断电再说，这个不会先通知的。他们通知什么？这个救人要紧就先弄了，就先停电了所以下次我们遇到，反正你去看一下你的电费单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尽量往那个 H 组医院旁边附近去走会比较理想。不是说人家真的要炸我们，先把我们台电缴费单拿出来看是 H 的不炸，没有这种事而是说这个就是优先供电，那表示它附近有重要的设施，比方说医院，你即使供电不是在 H 区，那也没关系你在大医院旁边应该都还好，就人家不会去炸你呢，炸人家医院是干嘛？是疯了就这样。好，那这次的印巴我有特别去看，也没有提到新闻，不是说什么歼10战机击落阵风或什么，那是空对空嘛。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说就去炸人家的医院杀红眼去炸人家就不会所以医院旁边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保命符啦那蛋黄区都嘛有医院，因为我们高雄来说不就高一旁边那个就医院那高一旁边那一带，然后以美术馆来说联合医院规模比较小，但它好歹是医院嘛，然后还有高雄荣总，对不对所以这些地方放了这些大医院，应该喝谁啦真的发生情况的话，我们就是注意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不会有太大的状况，应该就是这样子。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再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
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